写 bug 是程序员的基本素养，有程序的地方就有 bug。电子游戏也是一种程序，所以游戏也有 bug。在欧美国家中，游戏中的 bug 一般被叫做 glitch， 有的 bug 比较不严重，甚至对玩家有益，比如《暗黑破坏神1代》中的复制物品。有的 bug 给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，比如超级马里奥中踩墙和副关的 bug。有些 bug 会让玩家在玩游戏的同时如同看恐怖片。当然，最严重的 bug 就是画面直接卡死，让玩家不能正常进行游戏。在红白机中，恶魔城1代可以说是 bug 的重灾区了。我是狂徒，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恶魔城中那些大大小小的 bug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会尽可能的把我知道的造成这些 bug 的原因讲清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无关痛痒的 bug。首先，在标题画面出现之后，等待自动演示的开始。按下开始键，然后继续等待第二次自动演示。这里我给大家加一下速，也不知道这个演示是谁玩的，怪打得不错，但是不怎么捡宝物。等到西蒙爬上第2层之后，按下开始键，终止自动演示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游戏。到现在为止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正式进入游戏之后，会发现游戏的背景音乐没有了，整个游戏里只能听到音效和暂停音。我们在游戏中听到的音乐主旋律，大多数是由 APU 的2个矩形通道发出的。在第2次自动演示中，西蒙进入到上层之后，负责音乐的程序把矩形波通道的工作状态设置为了0，也就是不工作。而我们重新开始游戏之后，相关的程序并没有把矩形波工作通道工作状态设置为非0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也就听不到音乐了。直到西蒙死亡或进入 BOSS 战时，游戏调用了死亡的音乐和 BOSS 战的音乐，而这段代码恰巧重新设置了矩形波通道的工作状态，那么我们就听到了这段音乐，而且后面的背景音乐也就恢复了正常。接下来我们拔掉电源，重新开始游戏。如果使用模拟器，则要使用模拟器自带的硬件重置功能。还是等待自动演示的开始。在西蒙碰到链家的瞬间，马上按开始键，然后正常游戏。发现了吗？我帮你倒回去，放慢速度再看一眼。西蒙变成了一堆闪烁的色块，而地上原有的烛台也一起消失了。在内存中007E这个位置，在西蒙碰到链家的瞬间，除了播放音乐效果之外，内存中这个位置会被设置成16进制的18，也就是10进制的24。正是这个数值控制了西蒙获得链家后的闪烁特效，每经过2帧，这个数值会减1，当数值变为0时，闪烁效果停止。也就是说，整个闪烁过程会持续0.8秒。这个内存地址里的内容本应该在我们按下开始键的时候进行初始化，重置为0的动作，但是这个动作却只在我们看到标题画面之前进行。标题画面出现在这个游戏的第17帧，而把这个地址的内容清零却出现在第3帧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刚才的情况下，我们按下开始键的时候，特效还没有播放完成，导致我们进入游戏之后，为了完成闪烁效果，错误地调用了 Sprite， 也就是精灵级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精灵级里并不包含灯台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只有等这个错误的特效播放完成之后，才能看到正常的西蒙和灯台。既然马上见到第一关的 BOSS 了，我们就来看一看下面这个 bug。这可以说是对玩家最有益的 bug 之一了。在 BOSS 战中，如果西蒙和 BOSS 相互造成伤害，那么西蒙会对 BOSS 造成暴击效果。在面对第一关的大蝙蝠的时候，一开始先让西蒙站在第2和第3级台阶上，
然后等 BOSS 苏醒后，再上到第3级和第4级台阶上。这时候 BOSS 会朝西蒙的背后直扑而来，看准时机挥鞭，可以对 BOSS 一击必杀。由于西蒙和 BOSS 要在同一帧之内相互造成伤害，所以玩家只有1/60秒的机会来利用这个 bug。对于其他 BOSS 来说，虽然达不到秒杀的效果，但是依然可以比正常的攻击造成更多的伤害。在对美杜莎女王的战斗中，成功达成暴击可以对 BOSS 造成5点伤害。利用这个 bug，TAS 作者可以通过操纵 BOSS 的行为来尽快利用 bug 完成对 BOSS 的击杀。接下来的这个 bug 并不是由于程序造成的，而是由于红白机本身的机能造成的。在第2关一开始，把第2层右边的墙打碎之后走进去，下方会出现一个宝石箱，我们不理会它，直接上楼梯。在切换场景的时候，就会听到获取物品的音效。退回去仔细看一下，分数确实也增加了。由于宝石箱和楼梯顶端在屏幕上处于相同的 X 坐标，而游戏中只用了1个字节来储存西蒙的位置。然而西蒙并不是一个点组成的，所以西蒙在跨越屏幕的时候，碰撞检测的方块的一部分跨越了屏幕顶端，会被认为出现在了下方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便获取了宝石箱。其实类似问题还出现在了其他游戏中，比如超级马里奥。我们都知道，游戏中除了水晶球以外的道具掉落在地上一段时间之后会消失，其实还有一个物品它是不会消失的，那就是十字架。在内存中，056D 到057A 这组内存就是用来控制这个行为的。当西蒙攻击敌人或烛台时，如果判定会掉落物品，那么这组内存中某一个位置会被清零，然后设置为16进制的1、4。这个数值每经过1帧会减1，同时播放对应的动画效果和音效。当数值变为0时，物品会掉落在地上，然后这个数值会被设置为16进制的 B4， 即10进制的180。在经过180帧，也就是3秒钟之后，物品会消失。然而判定掉落的是十字架的时候，在经过前2个步骤以后，该内存中的数值会被直接设置为0，导致后面一系列让物品消失的程序不会执行。但这里不知道到底是 bug 还是 Konami 刻意为之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些 bug 可就没有这么友好了，它们多半会导致游戏无法继续进行或直接卡死。在第4关下水道的最后，西蒙被蝙蝠撞到之后会被弹到最上层，场景本应该自动切换到恶魔城的天台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被传送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里，背景一片混乱，只有几个地方可以落脚，怪也处于滑板的状态。有时候刚传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西蒙会直接被击飞落坑死亡，这次运气比较好，还能多活几秒。把怪都打死，除了自杀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自杀之后，我从天台继续进行游戏。这里我们再提一个无伤大雅的小 bug， 就是第2关的天花板陷阱，有的时候会错位。并且它的攻击判定会随之发生偏移。接下来的这个 bug 也是关于楼梯的，只不过它是在德鲁拉伯爵的王座前。我们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多走几次，多切换几次场景。好，这次应该差不多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上来之后的第一个蜡烛消失了？其实这种蜡烛消失的 bug， 在下水道那一关也有，就是藏着圣水的那个蜡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西蒙踩着一个看不见的楼梯继续往上爬。
这个 bug 呢，只会出现在磁碟机版的恶魔城中。在从磁碟机往卡带的移植过程中， Konami 发现了这个 bug， 并把它移除了。这里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德古拉的第二形态，用回旋镖打一下能听到攻击效果，但是 BOSS 的血量却没有变化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游戏会一直黑屏下去。刚才我们提过了，恶魔城最初是在红白机磁碟机上发售的，后来才有了 NES 和 FC 的卡带版。又是由于 Konami 工作人员的疏忽，在第一版的 NES 卡带中，当屏幕上有大量精灵的时候，比如跟死神的战斗和死神之前的长廊中，精灵是游戏开发中的一个术语，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非背景画面的活动物件，比如死神长廊里的西蒙挥出的鞭子、蜡烛、掉落的物品，西蒙投射的武器、美杜莎、重装武士，还有他们扔出来的斧头。当画面中充斥着这些精灵的时候，如果玩家击中敌人或蜡烛，亦或是被击中，对不起，嘣，死机了。由于红白机机能的限制，不能将卡带的内容一次性读入内存中，因此红白机的卡带，也就是 ROM， 被分成了若干部分，被称为 bank。每一个 bank 分别存储着不同的内容。以恶魔城为例， ROM 被分成了8个 bank。当我们攻击或被攻击的时候，程序会产生一个不可屏蔽中断。所谓中断，就是要求 CPU 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临时去处理另外一项工作。对于可屏蔽中断而言， CPU 可以不响应中断请求，继续执行当前的工作。而对于不可屏蔽中断， CPU 必须放下当前的工作，去响应中断。攻击判定就是一个不可屏蔽中断。此时卡带的 bank 0会被载入，这里保存着处理不可屏蔽中断的程序。然而当游戏正在绘制大量精灵时，需要载入对应的另外一个 bank， 此时执行到一半的攻击判定程序就会被改写成其他数据，游戏卡死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这个情况对于那些擅长辗转腾挪的高手来说更为常见。屏幕上列出了互联网上流传的恶魔城 ROM 的几个版本的规范命名，第一个是日版，第二个是欧版，第三个是2002年 Konami 官方释出的一个版本，第四个是街机版，第五个是由磁碟机移植到卡带的第一个版本，最后一个是移植后的第二个版本。这个 bug 就存在于移植后的第一个版本，后来 Konami 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修复，因此也就有了列表中的最后一个版本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今年发售的 Castlevania Anniversary Collection 中， Konami 竟然使用了最初的版本，把这个 bug 又带到了2019年，并且影响了包括 Steam、Switch 在内的各个平台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极其罕见的 bug， 绝大多数玩家一生都可能没有见过它——隐身药 bug。当西蒙处于隐身药状态时，在某一特定的帧穿越大门，游戏便会卡死。由于隐身药通过蜡烛获得，只会出现在第一关，而附近却没有大门。通过怪物掉落的时候，又需要在大门附近，并且需要在特定的帧经过大门，这些条件同时达成简直太难了。隐身药的持续时间是6秒，即360帧。由于只有一个字节来保存这个计时，所以被设定成每2帧减少1。那么这个数据就是180，也就是16进制的 B4。这个数据被写在了内存 005B 这个位置。当 005B 的数值下降到16进制的40，也就是10进制的64的时候，游戏会播放音效来提醒玩家效果马上就要结束，并且改变西蒙的效果。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不可屏蔽中断来实现的。所以当我们跨越大门的瞬间，游戏便崩溃了。由于在磁碟机版中采用了不同的 bank 读取模式，因此这个 bug 只存在于卡带版中。而由于这个 bug 实在太罕见了， Konami 也一直没有进行修复，所以这个 bug 影响了所有的卡带版游戏。好了，这就是恶魔城1代中所有的 bug 了。
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投币、分享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更多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